未婚妻为了白月光抢走姐姐的救命骨髓，我怒极，拎着刀冲到院长办公室，看到的却是我的未婚妻严玉彤高昂着头颅，不可一世，身侧坐着他的白月光学长。多少钱？开个价，1个亿够不够？钱不够可以再加。无论如何，骨髓移植手术接受者必须是齐先生的表弟。直到我跪在姐姐墓碑前才知道，原来钱可以买走人的生命，可那个剥夺他生命的人也曾甜甜地喊他姐姐呀。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风油，我没想到你一个男人竟然这么小肚鸡肠，如果不是你那天去闹，影响了齐鹤表弟的心态，他不会手术失败。那么一个刚成年的孩子你都不放过，你太恶毒了，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看着绿色对话框，我昏沉的脑海中浮现起那日的场景，听到他们在院长办公室的谈话。我想进去，却被门口的保镖赶了出来，我只能等在医院门口。看着他和齐鹤走出来，我冲上前去拦住两人，要他把骨髓移植手术的名额还给我。你说这是你等了半年的名额？严玉彤不耐，齐鹤的表弟病情危重，他才需要骨髓移植，你怎么什么都要抢？你现在甚至还不惜诅咒瑶瑶姐，我对你太失望了。我解释的话在嘴边还没说出，严玉彤就挥手让他的保镖将我拉走。齐鹤在严玉彤身后看向我的目光满是讥讽和嘲弄，我尽量让自己冷静。严玉彤，你可以去查病房号、住院号，我都可以给你，你让你的保镖去查呀。风瑶就躺在病床上等着骨髓移植救命呢，那也是你姐呀。说到最后，我歇斯底里，堂堂7尺男儿甚至不惜当众给严玉彤跪下。严玉彤眼中有片刻的错愕，但更快的是被愤怒厌恶所取代。风油，男子汉大丈夫，吃醋也该有个限度，我怎么从未发现过你演技如此出众？严玉彤转身要走，退婚，只要你把名额给我，我可以退婚，成全你和齐鹤。严玉彤上前甩了我一巴掌，杏眼满是鄙夷。我跟说了多少遍了，我和齐鹤清清白白，你不要拿你那满脑子肮脏恶心的思想去揣测我俩的关系。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没时间陪着你胡闹，名额只能是齐鹤表弟的。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婚礼自然会照常进行。他上了车，绝尘而去。这就是跟我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我爱了10几年的女人。我们俩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在一起，一朝变故，她竟然是本市首富走失在外的真千金，被接回家，千娇万宠。我以为我俩没有结果了，我也从未想过阻拦她奔向更美好的未来，没想到她会固执的要与我定下婚约。他家里人心疼这个小女儿，听之任之。我拼了命想要融入他现在的圈子，换来的确是旁人的嘲弄、鄙夷、同情。我才知道，他家人根本不屑于阻拦，金钱、环境、观念会为我俩筑起一道道无法跨越的高墙。从他被认回的那一刻，我们俩就根本不可能有结果。只是我万万没想到，他获得权势金钱后会变成这样一个不分青红皂白、随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曾经那个清纯灵动的严玉彤，终究是变了。这10几年不过笑话一场。我如行尸走肉一般在医院的走廊里游荡，忽然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透过门缝，我看到齐鹤双手抱胸，一脸嫌弃地看着中年妇女。病床上躺着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孩，离我远点，
不要以为喊你2句婶婶，你就真是我婶婶了。就凭你们家住得起单人病房，敢露馅坏了我的好事，你试试。中年妇女被他吼得瑟缩，男孩则拥着被子低眉敛目，不敢看他。我打开门冲进去，他们不是你婶婶和表弟，对不对？齐鹤猛地回过头来，眼中有一瞬间的惊愕，更快地被紧张所取代。我以为他是紧张我发现了他的秘密，结果他双臂平展，护在病床前，语调激动悲痛：“风游，是，你是玉彤的男朋友，未婚夫。就算我求求你了，婶婶从小把我拉着大，她的孩子真的需要做这个手术啊！我保证不会破坏你和玉彤之间的感情。等我表弟康复了，我就再不出现在你们面前。”风游，我毫无防备地被人从身后推开，头直接撞在墙上。我扶着额头转身，对上的是严玉彤愤怒的眸子，他手里还拎着一个大大的保温袋。原来他只是开车出去买饭了，他还真是把齐鹤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怜我姐姐，从小到大饭桌上哪怕是肉末也要拨给严玉彤一半的姐姐，从住院到现在，严玉彤都没去看她一眼。娇小的她挡在齐鹤身前，一脸的防备和失望。我顾不上额头一片通红，指着病床上的男孩，他不是齐鹤的表弟，他也不是齐鹤的婶婶。齐鹤突然冲上前推搡我，他的力道比严玉彤不知大了几倍，再加上故意使了10分的狠劲，我连带着医用移动屏风一起倒在地上，后脑重重磕在地上。风游，你吓到我婶婶和表弟了，你对我不满，冲着我来，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想活下去。身上的疼痛蔓延全身，我从地上爬起来，盯着那个妇女。你不是齐鹤的婶婶，对不对？你快承认啊！我姐姐等了半年了，不做手术她会死的，你们不能抢她的名额。病床上的男孩想说什么，却中年妇女借着盖被子的动作打断。他低着头，我是，你别瞎说。风游，你闹够了没有？严玉彤说得极为平静，像是累极了，我却笑了。他从未相信过我，我眼底猩红一片。他在说谎，他们都在说谎，你看不出来吗？严玉彤还想打我，被我牢牢捉住手腕，他挣脱不开，死死盯着我的眼睛。是你在说谎，我看你都快成精神病了，我怎么就看上你了？我告诉你，在胡闹婚礼取消。婚礼，一个在剥夺我唯一亲人的生命的刽子手还有脸跟我提婚礼？我狠狠将他的手甩开，严玉彤一个趔趄，险些摔倒。这个举动彻底惹恼了他，或许已经很久没人敢这么对他了。他脸色变了又变，一挥手就有保镖围住我，双拳难敌4手。我被拖出病房前，瞧着他冷漠的眼，你会后悔的。为了防止我再去找齐鹤麻烦，为了保证齐鹤表弟的手术顺利进行，严玉彤竟然说我有妄想症，强行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关了7天。等我好容易出来回到医院，等待我的只有姐姐去世的噩耗。她去世时嘴里还在念叨着小游，玉彤要好好的。可就是严玉彤害得我连姐姐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呀。我从医生那里得知，在我被关起来的当晚，本就虚弱的姐姐情况急转直下，直接进了重症监护抢救，而医院也紧急从其他医院寻找合适的匹配者。有一个刚好适配，本来都在来的路上了，却突然爽约。骨髓捐献本来就是自愿，谁都没有立场谴责人家。我想知道姐姐为什么情况突然糟糕，主治医生明明说她还能撑半个月的，病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医院的监控十分凑巧坏了，看不到监控我也知道，
肯定齐鹤的手笔，包括爽约的捐赠者。有证据又能怎样呢？何况没证据，在严玉彤的眼皮子底下，谁都不能拿齐鹤怎样。我用最后一点存款给姐姐买了墓地，墓地所在的位置很高，几乎快到山顶了，是一伸手就能够到风、够到星星的地方。姐姐一定会喜欢。我靠在墓碑上，就像小时候靠在姐姐怀里一样。姐姐，你知道吗？是你的小童妹妹抢了你救命的名额。如果当初她被邻居家孩子欺负的时候，我没有救她，我们姐弟俩就不会跟她沾上关系。所以姐姐，我真的后悔了。山上的风很大，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衣服被雨水打湿，粘在身上，有些上不来气的感觉。我摘下手机上一直绑着的链子，很丑，却是18岁的严玉彤一点一点自己编的。我记得他递给我时羞涩腼腆的样子，只是后来他遇到了齐鹤，我将链子随手挂在了下山途中的一棵树上，没想到迎面碰到严玉彤和齐鹤，两人并肩而立，齐鹤撑着伞，严玉彤肩上还披着他的外套。小小的空间里流转着说不清的暧昧。见到我，原本还一脸温柔的严玉彤瞬间皱起眉，仿佛看到了什么令他厌恶无比的东西。哦，不用仿佛，我现在不就是他最厌恶的人？你怎么在这？姐姐已经死了，我也不想再与他多说什么，抬脚要走。严玉彤却不依不饶。风游，你有意思吗？还学会跟踪这一套了。齐鹤表弟手术失败了，你心里高兴了。你记住，你身上背着一条人命，是齐鹤不计较，我才放过你，不然我肯定要让你付出代价。我冷笑出声，是你记住才对吧？说着又看向齐鹤，还有你。严玉彤立刻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狗一样，你什么意思？如果不是你跑到病房胡闹，齐鹤表弟会因为受到刺激情况急转直下，进而手术失败吗？齐鹤婶婶哭到晕厥住院，你还有脸？你跟踪过来是又想干什么？不得不说，几年养尊处优的生活让严玉彤看人时总会带上高高在上的蔑视姿态来。我笑得恶毒，只要能气到严玉彤就好。来笑话你俩呀，砸了1个亿又怎样？人不还是死了？严玉彤从伞底冲出来，抬手又要打我，被我轻松躲开。小童，你别总跟风游动手，他只是看到我生气罢了。我抬手，拳头毫不犹豫向齐鹤脸上挥去，我俩扭打在一起。应该说是齐鹤被我压着打，我能看懂他眼中的得意，他故意的，可我已经毫不在乎了。严玉彤在一旁尖叫，他挥着包砸我，推我。风游，你疯了？你想坐牢，我可以成全你。严玉彤在山下等候的保镖听到动静跑上来，在他的指挥下将我们俩人拉开。看着齐鹤快肿成猪头的脸，我仰天大笑。严玉彤气急败坏，指着我的手都颤抖。我抹干净嘴角的血，怎么，你还想让你的保镖打我一顿，给他报仇？齐鹤抢先开口，风游，我说过不会缠着小童，今天他只是陪我来给表弟挑墓地，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大的恶意。如果打我能让你出气，你就再打我一顿。不理解？你装什么？如果不是几个保镖死死按着我，捅死他都不足以为我姐姐报仇。风游，我对你太失望了，我真的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婚约了。我们没有婚约，你就和齐鹤锁死吧。许是这段时间心力憔悴，加上没有休息好，从山上下来，我生了一场大病，前半辈子走马观灯一样在我眼前过了一遍。前半辈子里，我的生命中只有2个人，姐姐严玉彤，我和姐姐是孤儿。严玉彤的养父母从不管她，
严玉彤甚至经常留宿在我家，我们3人会依偎在一起分一个烤红薯，会一起吃晚饭、写作业。姐姐还为了我和严玉彤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早早辍学打工，供养我俩。我们3人曾在除夕夜举起装着白开水的杯子，大喊要一辈子在一起。我和严玉彤少年时的那点小暧昧，姐姐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很高兴，也很担忧。尤其是严玉彤被任回首富家后，她已经不是我们这种家庭能配得上的了。是严玉彤告诉姐姐，我和阿尤青梅竹马，感情深厚，我就想嫁给他。再说我哪有什么身份啊？我一直都是瑶瑶姐最爱的小妹妹呀。她的确是姐姐最爱的小妹妹，可她已经不是说出这段话时的她了。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我在乎的人了。我买了机票，决定离开这个城市。走之前，我决定再去看看姐姐。车子开到半路时，正好墓地那边打来电话，说有要事相商。我到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群人围在姐姐墓前，走近才发现他们已经撬开了姐姐的墓，骨灰盒被随意扔在一旁，还有个人正拿着打磨工具一点点地抹去姐姐的名字。你们干什么？我冲上前将他们推开。卖给我墓地的销售也在人群中，他歉意地向我鞠躬，不好意思，封先生。这位先生相中了这个位置，愿意花500万购买，所以齐鹤双手插兜，封由封先生。我婶婶说表弟给他托梦，相中这块墓地了，说这块墓地极佳，可以保佑他来世投生一个好人家，健康长大。所以别说500万了，1000万、2000万，无论多少钱我都可以向小童借。封先生又在这里闹，是想让我表弟来世也不安稳吗？我气得嘴唇哆嗦，浑身发抖。这是我买的，我姐姐已经安葬在这里了。销售连忙接话，生怕自己的大单子跑了。是，所以我们愿意履行合同约定，按照合同价的10倍赔偿您。我不要，我只要你们把我姐姐的墓恢复如初。我话音刚落，怀里抱着的骨灰盒突然被人抢走，狠狠摔在地上。即便我反应很快，俯身去接，骨灰盒还是在我眼前落地碎裂。风轻轻吹，骨灰打着旋飘了一地。风油，你好样的呀，都学会带道具了。我跪在地上拼命去拢，到底却什么也没抓住。我笑着哭，哭着笑，压抑不住的悲愤从喉咙间爆发。姐姐，这就是你掏心掏肺疼爱了半辈子的人啊！我抬手重重打向严玉彤，严玉彤被我扇得趔趄，跌坐在地上。然后他看到了碎裂的骨灰盒中镶嵌的姐姐的黑白照片，他猛地抬头看向我，我低头看着他，一如初见。他被邻居家的孩子堵在胡同里，惨白的小脸满是泪水，吓得靠墙坐在肮脏的地上。邻居家的孩子之前也经常说我没爹没妈，是个孤儿，可是他们打不过我。家长去找我姐吵架，每次都被其他邻居戳脊梁骨，久而久之，他们就不敢理我了。我听到求救声跑过去，看到的就是他被揪头发、扔石子的场景。我把那群坏孩子赶走，他说不能回家，还会被打，我就把人领回了自己家。姐姐看到十分心疼，得知我俩是一个学校一个年级后，让我以后每天都和他作伴上下学。我们就这么走啊走，从小学走到了大学，从严寒走到了夏日，从懵懂小儿走到了青葱年少，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好友。我们的交流只需一个眼神，表白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直到大3，他的目光开始追寻另一个男人，他会把约会地址选在齐鹤总是出现的咖啡馆，
选的影片也从恐怖片变成了文艺爱情片。他甚至开始在校园内避免和我拉手，也开始不让我去女宿舍楼下等他。直到我有一回无意间遇到他和旁人说我是他哥哥，我们大吵一架，如果不爱了可以分手。我并非死缠烂打之人，结果没多长时间，严玉彤又恢复了之前的模样。我打听之下才得知，齐鹤跟随导师出国深造了。说起来真可笑，在我们的爱情长跑里，我的女友曾精神出轨过，深爱她的我只能笑着陪她，假装一切没发生过一般。可我们心里都清楚，两颗心再也无法贴紧了。大4的时候，严玉彤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登台讲话，样貌姣好的她通过网络一时火遍大江南北。首富家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严玉彤长得与首富夫人一模一样，经过调查，确定了她就是自己家流落在外的亲生女儿。陡然的差距令我们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直到半年前齐鹤回国，周遭一切安静下来，我像只狗一样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把姐姐的骨灰拢在一起，捧着灰。我茫然四顾，骨灰盒已经摔坏了，姐姐连最后的安息也不配得到吗？他们姐弟俩这些年到底把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成了宝啊？错了，都是我的错。如果能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路过那条胡同时，我一定不会停下脚步。一切是不是就可以改变？姐姐会不会就不会死？我喃喃自语，心脏像是被扔进绞肉机一般，痛到无法呼吸。严玉彤脸色骤然惨白，有人实在看不下去，跑去拿了新的骨灰盒。严玉彤想帮忙，我头也不抬，滚，你不配。严玉彤伸出的手颤抖着又缩回去，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抱紧骨灰盒，抬手给了他一巴掌。这巴掌是替我姐打的，打他一片真心喂了狗。严玉彤，知不知道重要吗？不知道就可以心安理得抢别人的名额是吗？不知道就可以以钱权压人是吗？不知道就可以把别人已经安葬的骨灰扒出来是吗？你到底是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我没有，我是真的不知道。严玉彤眼泪簌簌往下流，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摇摇头，不是我错了，你别这样，我害怕。严玉彤想轻身想抱着我，被我后退2步躲开。我冷笑出声，你还要我怎样？姐姐住院当天，我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你说你在出差，然后直接挂断。其实呢，你半夜等在机场接齐鹤。半年，姐姐住院半年了，你说你不知道？你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吗？因为这半年你没有联系过我们俩一回。每次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挂断，你直接拉黑呀。每次，是每次。在医院里，姐姐的病房在同一楼层里，哪怕你愿意跟着我去病房看看呢？哪怕你愿意找医生问一问呢？哪怕你愿意让你的保镖去看看呢？可是每次你都让你的保镖拦着我，赶走我。我是不是告诉过你，可以查病床号，可以查住院号？我把这些发给过你的。我掏出手机，调出我俩的聊天界面，对到他面前，一串数字前是红色的惊叹号。哎呦，对不起。严玉彤看着那红色的惊叹号，变无可变。别这么叫我，恶心。对不起有什么用？我姐姐已经死了，有本事你也去死，到底下给她赔罪去。严玉彤捂着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听到我的话，她惊愕地看着，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齐鹤一把将严玉彤护在身后，风油，你说话别这么恶毒。小童又不是故意的，他确实不知道吗？再说，人死不能复生，你看你把小童打的，何必呢？我咧着嘴笑，
口中喃喃重复着：“何必呢？何必呢？”我也想要体面地结束这一切，可有必要吗？我将骨灰盒安置在一旁，顺便拾起他们用来撬开我姐姐墓地的铁棍，扭头就朝齐鹤挥去。何必呢？我亲姐死了，你跟我说何必呢？老子早就想弄你了。你 TM 为了严玉彤，从医院随便拉一个人当侄子，你抢我姐的救命名额，掘我姐的墓地，就是你害死的我姐。老子让你偿命！我疯了一般追着齐鹤打，棍子随意挥舞着，带着同归于尽的气势。众人瞧着我疯癫的模样，一时愣在原地，半点不敢上前阻拦。铁棍打在身上发出闷响，齐鹤铁青着脸痛呼，再也维持不住他温和有礼的人设。你 TM 有病吧？疯了！我一棍子打在他的腿上，齐鹤吃痛倒地。等严玉彤反应过来时，齐鹤已经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他口中呻吟着向严玉彤求救：“小彤，救救我！风油要杀了我！”我高高举起棍子，明明笑容满面，眼中却翻涌着滔天的恨意。齐鹤下意识抬起胳膊抵挡，口中大喊：“风油，我错了，他们不是我亲戚，杀了我你也跑不掉。”严玉彤在齐鹤的话语中回过神来，他一脸紧张地看着我，轻声道：“阿尤，齐鹤已经承认了，你别冲动。你想想，姐姐把你拉扯这么大，就是为了让你去坐牢的吗？”我阴狠狠回头：“闭嘴！你不配提他，承认了又怎样？严玉彤还是会轻易地原谅他，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为姐姐报仇。反正我也没几天好活得了。”棍子落下，我心中激荡着大仇得报的快意。姐姐，我把害你的人送去给你赔罪了。至于严玉彤，他最爱的白月光死了，他一辈子也不能得偿所愿，何尝不是一种报复？一切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眼看着棍子即将碰到齐鹤时，我的后脑突然传来一阵剧痛。我回头，意识模糊前看到的是严玉彤举着姐姐骨灰盒，左下角还有血迹滴落，是我的。看吧，不论什么情况，不论做过什么，严玉彤都会坚定地选择齐鹤。昏昏沉沉，起起伏伏，我闻到了饭菜的香味，耳边听到不同窗口叫卖的声音。我站在一家卖韩式拌饭的档口前，这是严玉彤最喜欢的一个档口。听他说，最近课题遇到了难点，都没时间吃饭。我想打包一份给他送去。大学的食堂里人来人往，有2个女生手挽手停到我隔壁的档口。你听说了吗？齐鹤申请去国外进修了。他一直是老师的得意门生，老师也愿意带着他，有什么稀奇的？哎，我听说那个严玉彤也申请了，他才大3。再说名额有限，老师怎么会带他？肯定是为了齐鹤呀。你没看他天天跟在齐鹤屁股后面的样子？要我说，齐鹤和杨静姐才是一对。可是我看他和齐鹤的互动也很爱呀。你知道什么？我听说严玉彤有对象了，还来勾搭齐鹤。她男朋友头顶真是一片草原。塑料袋子从我手心滑落，砸在地面，发出重重一声。我猛地睁开眼，四周一片白，空气中漂浮着消毒水的味道。严玉彤趴在床边，紧紧握着我的手。我挣脱的动作将他吵醒。严玉彤双眼通红，满是惊喜。你醒了？我去喊医生。当初你如果跟齐鹤一起去国外进修，这后面的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严玉彤脚步顿住。你怎么知道的？是我找到你老师，撤销了你的申请。严玉彤震惊地看着我，那一刻他眼里迸发出剧烈的不甘，然后很快熄灭，站在原地不知道在想什么。我则继续往下说，
这是我做过最自私的事，也是我做过最后悔的事。蝴蝶轻轻扇动翅膀的时候，也没想到过会引起一阵飓风。如果那年我没有通过卑劣的手段留下严玉彤，他就不会被首富认回豪门，他和齐鹤在国外相依相守，齐鹤也就不会为了拆散我俩去剥夺我姐姐救命的希望。多年前射出的子弹正中眉心，我苦笑。齐鹤出国以后，你又回到我身边，一切好像都没变，其实一切都变了。你会在深夜盯着他的朋友圈发呆，每年都会在他出国的那一天喝到酩酊大醉，会悄悄收集他在国外的消息，直到你得知他回国的消息。那时我俩已经订婚，我以为你能为了我对抗家里，你是真的放下他了。可事实是，从他回国的那一天起，你就没再联系过我一次，没再见过我一面。再次见面，就是你要抢走姐姐名额的那天。严玉彤情绪激动，我求你，你别说了。我当作没听见，继续道，那天我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找到适配姐姐的骨髓捐献者了。我满心欢喜跑到医院，却被告知名额给别人了。你知道那一刻我有多绝望吗？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给姐姐捐献骨髓？如果可以，我也想，别说骨髓，他要我心脏都可以。可兄弟姐妹之间匹配成功的概率只有25%，很不幸，我们不是那25%，所以那个名额是姐姐唯一活下去的机会。我找医生问了，抢走名额的人入院仅10天，而且他的身体状况远比姐姐要好的太多。没有讲先来后到，没有讲轻重缓急，那是我姐姐的一条命啊！不是你相中了人家预定的名牌包就可以仗着身份、金钱去抢夺的。或许这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吧。严玉彤摇头，目光透露着祈求。你别说了，我知道错了，我们结婚。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跟齐鹤联系了。我看向他目露不屑，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跟你结婚？我毁了你和你白月光的爱情，但我也为我的自私付出了代价。况且你应该已经知道，我没多长时间可活了，胰腺癌，生存率极低。哎呦，你别说丧气话，我们现在有钱了，我给医院砸钱，咱们请最好的医疗团队，我让他们拿出最完美的手术方案。严玉彤还想握我的手，被我躲开。我看着他受伤的神情，笑出声来，笑到剧烈咳嗽。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你还是这样。可是钱不是万能的，最起码钱换不来我将死的命运，也换不回我离开的决心。严玉彤却根本不听，他还在畅想我们的未来，要我治好病，要结婚，要生好多孩子，要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留下合影。难道他不知道，在我姐姐咽气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没有未来了？不，他只是在逃避。说到最后，说得累了，或许是我眼中的嘲讽刺痛了他。严玉彤哑着嗓子，红了眼眶，你到底怎样才能原谅我？我心中恶意上涌，我姐原谅你，我就原谅你。严玉彤哭着跑出病房。我在自愿放弃治疗书上签字后出院，再次来到墓地。姐姐的骨灰被重新安葬，墓碑也重修了，沿着墓碑围了一圈鲜花，豪华无比。我向姐姐做了最后的道别。我选择了最近的一班航空。我明白，等严玉彤缓过来，我就走不成了。登机前，手机不停地震动，是严玉彤。挂断，关机，让一切结束吧。随机的选择却恰好遇到芬兰最美的时候，能看到极光。我在赫尔辛基广场支起油画摊子，没人光顾的时候就画天画河岸画街道，有客人的时候就为他们用油画
记录旅途中的光影。因为我是华人，与众多前来旅游的国内游客语言沟通十分通畅，再加上我水平还可以，收费不贵，而且国人喜爱在各种平台晒旅行照片，其中很多都提到了我的画画摊子，导致我的小摊一时间竟成了旅游打卡点。这天我正靠着路灯柱子看书，一道低哑熟悉的嗓音在摊前响起：“你好，可以帮我画一幅画吗？”我抬头，居然还是老熟人。严玉彤被认回家里前，首富家收养了一个女孩，一个跟严玉彤长得7分像的女孩，养了10几年。他们将对严玉彤的愧疚和怜爱全部倾注在这个女孩身上，只为弥补心中的缺憾，只为想自己亲生女儿时看上2眼。后来严玉彤被认回，首富一家自觉亏欠严玉彤许多，凡事都向严玉彤倾斜偏爱，对他们收养的这个女儿开始不闻不问。毕竟亲生的都找到了，这个只是寄托思念的代替品，不仅没了存在的意义，还会让首富家和严玉彤的相处充满芥蒂。在严玉彤的2代圈子里，在首富家族聚会中，冷言冷语、冷嘲热讽总是冲着我俩来的，由此我俩但也算是建立了革命友谊。后来首富给了这个养女一笔钱，让她脱离家族，走得越远越好。走之前，他甚至还给我发了个短信：“以后的冷板凳就你自己坐了，保重。”想到那个短信，我不禁笑出声，问他：“离开以后过得好吗？”天大地大，自由自在，比被当作洋娃娃一样打扮摆弄有意思多了。我微微一笑，在异国他乡能有一个熟人聊聊天，还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你怎么瘦这么多？严文新接着问道。我笑得坦诚，很随意很平和地回答道：“快死了呗。”严文新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眼睛盯着我，似乎想要在我脸上看出说谎的破绽，可惜没有。有2个小朋友拿着呲水枪沿着河边追逐打闹，眼看着有一个小朋友就要撞上严文新，而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没有回神。我伸手拉他的时候，他甚至被吓到面露惊恐。严文新一只手堪堪撑着我的胸膛才站稳，2个小朋友没有停留，带着欢声笑语跑远。谢谢。严文新连忙后退，我刚想说话，就见旁边极快地冲出一个人影，将严文新狠狠推倒在地。你个贱女人，敢勾引我未婚夫，他是你姐夫。是严玉彤的声音。我连忙弯腰把严文新扶起，严文新反应比我快多了。我早就被你们家赶出来了，认不起你这个姐姐。我上前一步，将严文新挡在身后，防止严玉彤再有过激行为。我说过了，婚约取消，而且我和文新只是刚刚遇到，请严小姐嘴巴放干净点。严玉彤一脸伤心的后退，你竟然选择维护他，原来看着自己爱的人维护别人是这种感觉。严玉彤渲然欲泣，不停地道歉，不停地述说。我找到齐鹤涉嫌学术造假的证据，我还求我父亲撤销对他们家的投资。齐鹤毁了，我给你和姐姐报仇了。我和严文新都没有理。我送严文新回旅馆换衣服，路上闲聊得知，他现在在隔壁城市读书，趁着休息来这里游玩。没想到正好遇到我，我在这里也待了半年，算是熟悉，便自告奋勇当他的向导，带他在这个充满北欧风情的城市玩耍，很有默契地对跟在身后的严玉彤视而不见，约定好下次再见。我把严文新送上离开这个城市的巴士，看着车越来越远，我好像撑不住了，腹痛难忍的我跪倒在地，
冷汗瞬间打湿后背。严玉彤冲上来：“走，我带你回国，我们去看病。”回国吗？落叶是要归根的，我能感觉癌细胞在侵蚀我的身体，已经回天乏术了。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抓住它，把我埋在我姐姐身边，不许你去看我。经过抢救，我还是死了。灵魂腾空时，我看到严玉彤哭得很伤心，不过她于我而言早就不重要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